那第二种人呢，就是批评一切可以批评的事情。那你就 ，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最近有点感冒，讲话都带有鼻音啊，希望大家不要见怪。前几天呢，在玩那个抖音的时候啊，看到了一个影片，让我想就是让我决定呢拍了这个影片来说明一下。那影片内容是什么呢？影片内容是一对台湾和大陆的青年的对话。那我只听了前面非常短的一段哈。那开始的时候，台青呢就说，最近我去了一趟中国。陆青马上很坚定地回答台青，是中国大陆。我看到那个信念，那个眼神，那个钢铁般的意志，就像是我看到金氏家族一样，神圣不可侵。再来呢，我们这位台青呢就很弱弱的说道：“哎，对，是中国大陆。”接着台青又说：“最近我去中国大陆，我发现那边改变很多，非常的进步。”陆青也马上的回应说：“前几年我也去过你们台北，感觉起来是2线城市。”台青卑微的回答：“现在恐怕是3线或4线城市了吧？”好，停住。我到这里呢，我就感触非常深哈。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们这位台青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这2位是各居住的地方啊，但是我对于这个台青的这样的回答，我并不认同。原因是在于啊，台北到底算不算是1线城市？这是个问题，本身这个题目也是个问题。那我来跟大家剖析一下。在我的经验里面有2种大陆人对台湾的看法。那第一种大陆人就是比较正面的，就是他欣赏一切好的事情、事物、文化和美食热情，在台北。那第二种人呢，就是批评一切可以批评的事情。那你最常听到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这里啊，房屋街道很老旧，要么就是哎呀，你们政治好混乱呐，哎呀，你们思想都偏向于这个美国或是西方，甚至有人跟我讲说，哎，你们台湾人都有台独思想。那这个是2种不同的人对于台湾或台北的一个看法。我觉得这些批评也都是正常的，但是在于说这些批评呢，跟这个所谓的1线城市是一点毛的关系都没有。我承认我们台湾甚至台北市有很多房屋及街道是很老旧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是时代留下来的痕迹。我们因为制度的不同，所以在台湾的重建和土地取得是非常的不易啊。这个政府在政府英明的领导下，说开路就开路啊，说建桥就建桥啊，那个效率真的是很高，这一点我们值得我们的学习啊。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到台北的进步和发展啊。进步和发展跟老旧的房屋和道路事实上不能成等号。我们看看这些欧洲的这些比较有名的多旅游观光客的城市，像是巴黎啊、布鲁塞尔啊这些地方，他们的城市也是很老旧啊。但我承认它城市老旧，但是它的房子是非常的美，有艺术感。那在台北的房子老旧，但是不美，没有艺术感。好，那话讲回来，就是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，住在老旧房子里面的人啊，他不见得都是穷人哦，往往在台北拥有多处的房产，甚至是土地，他们可是我们嘴上讲的富人哦。那我们再看一下1线城市的概念，我查了一下网络啊，
所谓的一线城市呢，事实上没有严格的定义，它只是一个概念，也没有官方的说法。好，那我们就谈一下概念好了。那一线城市概念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概念是 GDP， 那第二个概念就是人口规模，第三个概念就是国际化的程度，包含就是有外资的企业啦，或者是跨国公司啊，或者是国际会议的密集度，然后再来就是科技和创新的能力，是不是金融和商业的中心，然后再来就是交通枢纽，完完全全符合所谓中国大陆的4大城市，北上广深嘛，对不对？这4大城市 GDP 高，然后人口密集，然后再来国际化程度也是不错的，啊，包含了科技创新啊，或者是金融商业，那也都是很完善的。那同样的概念能不能放在其他的城市，包含台北来看呢？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GDP 的这个概念，这边有一些数据哈。台北在2022年的那个 GDP 呢是4.83万美金，就是这里都是指美金哈。然后上海是3.05万，北京是3.2万，深圳是2.9万，广州是2.33万。好，这个是 GDP 的部分。这里看起来就是台北还是最高的。再来我们看人口数，这人口数啊，绝对是中国大陆的特色啊。你看一下这人口啊，在台北市的这个地方哈，人口数是250万，那上海是2487万，北京是2189万，深圳是1768万，那广州是1867万。哇，这个数字随便一个最少的地方，深圳1768万，大概是台北的5-6倍以上。这人口规模那是没办法比啊。那我们再看看呢，比较有名的城市的人口数，新加坡是604万，纽约是880万，洛杉矶是389万，巴黎，整个大巴黎啊，人数比较多，是2195万。首尔也是很多了，是2600万，但是这首尔的2600万占了整个南韩人口数的一半，这是比较特别的例子。东京呢，大概是900到1300万左右，这个因为中间有很多常常是有很多流动人口啊。如果按照一线城市的概念、人口的概念来看的话，国际上这些都不是一线城市啊，除了像首尔啊、巴黎啊，然后东京勉勉强强是一线城市，那其他的都不是一线城市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际化程度，还有科技及创新能力。那我想在台湾，亦或是在台北，那不用多说了啦。这个国际化程度和科技和创新能力，那我有自信，我也很有把握，这个东西不用找数据啦。这个只要是这个国际人士，大概都能够明白，或是清楚，或者是理解到，台北就是一个国际化城市，然后科技和创新的城市。至于说是输是赢，是多是少，那我们也不用去比较这么多了，反正就是一个这个概念就对了。交通枢纽，那当然啦，那台北不是交通枢纽，那哪里是交通枢纽？当然，我们有很多其他地方也是有这个机场啊、铁路啊、高铁的地方，比如说像高雄像台中，这些都是。台北的话是稳稳当当，也绝对是交通枢纽。那这边我又再附加了一个项目了，那就是亚洲最适合居住的城市。那台北是排在前5名哦。第1名是东京，那东京的理由是在于说它拥有高水准的公共交通系统，还有丰富的文化和美食，以及安全性。那新加坡就是以现代化的基础建设，还有低犯罪率和多元文化著称。
第3名是香港，那它是以其国际化环境以及繁荣的商业中心闻名。那香港人口是多少呢？750万人。再是首尔，首尔是具有良好的教育系统，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，那也是高科技中心。第5名，台北，它是以安全、美食、友好的社会环境而受到赞誉。我们注意看这个前几名的城市里面大多是具有安全为考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安全为基础的话，这个城市居住的品质就会变差，外国游客也相对的不安心。最后我总结一下，第一，台北不输任何一个大陆的1线城市，不管你认同或不认同。第二，这是因为区域还有制度的不同，1线城市的概念无法适用于或是评估台北的实际程度。第三，我欢迎第一种人来台多交流。第四，我建议第二种人能够参考我的影片，重新认识台北以及台湾，然后再次来到这里检视我的论述。最后，没有来过台湾的大陆朋友，我们诚挚的欢迎你，一定要过来看看。我们会以最大的热情来接待你们，也欢迎大陆网友批评与指教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Enjoy the ride, cities glow, hearts open wide.